基督教在印尼历史、分布、现实张力与青年走向。导言：为何要关注印尼的基督教？印尼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多数国家，但宗教图景从来不是单一色调。基督教在印尼的存在不是外来的孤立现象，而是与地方族群、殖民教育、语言文字、社会服务与当代城市文化紧密纠缠的一部分。大约有2800至2900万基督徒，约占全国人口约 10% 至 11%， 分布极不均衡，在巴布亚 Papua、东努沙登加拉 NTT、北苏拉威西 Minahasa、马鲁古 Maluku 与北苏门答腊 Batok 等地，基督教是主要宗教，而在爪哇等核心地区则属少数，但城市中大型福音灵恩教会可见度高。这些数字与地理格局不仅反映信仰分布，还投影出政治、社会与青年文化的张力与转向。一、跨越500年，基督教在印尼的历史脉络。要理解当代印尼基督教，必须回到历史的长程观察。一、早期接触，葡萄牙与天主教，16世纪起。16世纪以降，葡萄牙人和天主教传教士首先在摩鹿加群岛、Maluku 香料群岛、东帝汶与蒂莫尔等于东南群岛建立据点，留下天主教的早期印记。这些早期接触多与香料贸易与殖民治理相连。二、荷兰殖民时代与新教化，17-19世纪。17世纪起，荷兰东印度公司 VOC 与后续荷兰殖民政府把新教传教活动系统化，特别在苏门答腊北部、巴塔克地区、北苏拉威西、米纳哈萨以及摩鹿加等地形成稳定的新教社群。此一过程往往与殖民时期的学校、文字化、圣经翻译与制度化社会服务绑定，使教会成为某些族群文化认同的核心。三、独立后的本土化与多样化，20世纪至今。印尼独立后，基督教教会逐步本土化，本地神学教育、教会自治、本族群化的教会组织，例如巴塔克的 HKBP 皆强化。本世纪后半极近50年来，福音派与五旬节灵恩运动在城市快速扩张，带来年轻化与实践性强的敬拜形态。学者观察到，灵恩潮流利用流行文化、媒体与都市网络吸引大量年轻群体。二、教派地景，从天主教、传统新教到灵恩。印尼的基督教不是单一的信仰体，而是由不同传统与新运动组成的复合体。天主教 Roman Catholic， 天主教在东努沙登加拉、弗洛勒斯、Timor、巴布亚部分地区以及若干城市社群中具有稳固基础。天主教通过修会、医疗与教育服务建立社会影响力，且在某些省份基督徒人口中占比相对提升。传统新教与民族教会 HKBP、GKI、GPIB 等，在族群基础深厚的地区，如巴塔克人，出现了以族群、语言为核心的教会，如 Furia Christian Batak Protestant、HKBP。 它不仅是宗教共同体，也是文化、教育与政治动员的重要平台。其他历史性的教会，如 GKI 基督教教会与 GPIB 等，也在教育与社会服务方面扮演角色。灵恩、五旬节与福音派的崛起。近几十年来，五旬节与灵恩运动在印尼城市与次都市区域快速扩张，典型的代表包括 Gereja Bethel Indonesia、GBI、GPDI、印尼五旬节教会与多个大型城市敬拜性教会。这些教会强调经验性的灵性、祷告、痊愈、圣灵恩赐、现场敬拜、音乐、灯光、舞台化，并广泛利用媒体与社群活动吸引年轻信徒。学术研究与田野报告显示，这类教会在都市化过程中，因其即时感受与社会支持网络而特别吸引年轻世代。三、地理与族群分布，哪些地区是基督教高密度区？印尼的基督教分布有强烈的地域性与族群绑定。巴布亚 Papua West Papua 与东努沙登加拉 NTT 基督徒占多数，教会在教育、卫生、
社区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教会与地方习俗的融合形成强烈的社会影响力。北苏拉威西 Minahasa 与马鲁古 Maluku 历史上受荷兰宣教影响深远，新教传统根基稳固。北苏门答腊 Batak 巴塔克族群中的基督教尤其扎根， HKBP 等教会与族群认同交织，并影响地方教育与政治。城市地区雅加达、泗水等，虽然城市中基督徒比例不及某些岛区，但大型福音灵恩教会、华语教会与跨族群教会在文化与媒体领域具有高可见度。这种地域差异意味着基督教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经验在印尼呈现极端多样。在某些省份，基督徒是主流且具有公共资源掌握能力；在其他多数省份，基督徒则处于少数且需面对社会排斥或法规门槛。4. 法律、制度与公共空间的张力 PBM 2006年两部会联合条例与亵渎法案的影响。印尼宪法保障宗教自由，但制度性规范及地方实践造成信仰少数群体遭遇结构性障碍。2006年，两部会关于礼拜场所的联合条例，常称 PBM 或 SKB 2006。2006年由宗教部与内政部共同发布的条例规定，申请建造礼拜场所需满足若干文件与地方同意，例如必须一定数量的会众名单、非同信仰住户签名、来自地方宗教和谐论坛 FKUB 的书面建议等。虽然条例旨在减少宗教冲突，实务上却被部分地区用作阻挡少数宗教团体建堂的法律工具，导致程序冗长、空间不公与有时的暴力排斥。人权组织、研究者与政策报告长期批评该条例在执行上制造歧视与地方滥权空间。2. 亵渎法 Blasphemy Law 与影响 阿霍克个案。印尼仍保留有针对侮辱宗教的法律，常见于1965年起始的相关条文与刑法应用。2016至2017年，雅加达前省长巴斯基、查哈雅、普尔纳马、Basuki Ahok Jahaja Panama 华裔基督徒在竞选期间被控亵渎伊斯兰，在群众抗议与法庭审理后被判刑。该案成为印尼近年宗教与政治交叉运作、宗教情绪如何被动员与司法如何被影响的教科书式案例。此案不仅引发国内外对印尼宗教宽容的担忧，也展示出法律与群众动员如何影响宗教少数者的政治空间。3. 制度张力带来的现实后果。制度上的规范 PBM 等与模糊或具选择性执法，使得在某些地区教会难以合法化建筑或活动，而亵渎法律与宗教动员则可能把宗教差异政治化，增加对少数宗教群体的不安与脆弱性。这些结构性因素对基督徒，尤其在穆斯林多数的城市与乡镇社区中的少数基督徒的宗教行动空间造成实质限制。5. 年轻世代与基督教变动中的信仰形态。年轻人如何看基督教，是理解印尼宗教未来走向的关键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3条相互交织的趋势来观察。趋势1：灵恩五旬节，福音式教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印尼城市年轻人，特别是千禧世代与 Z 世代，往往被强烈体验式敬拜、音乐与社群活动所吸引。灵恩与福音派教会利用精致的敬拜制作、多媒体宣传、年轻导向的事工与成功祝福的励志语言，构成一套可见且具情感吸引力的宗教消费文化。学界与田野资料均指出，灵恩教会在城市中因其有感的宗教经验与强大社群组织力，而在年轻人中增长迅速。趋势2：数位化，线上宗教与混合式属灵实践。新冠疫情催化了教会的线上化， YouTube 布道、Instagram 群体、Telegram 小组与 Zoom 查经会变成年轻信徒日常属灵生活的一部分。数位平台不仅是传道工具，也是社群形成与青年领袖崛起的温床。研究显示，
数位化有助于教会延伸影响力，但也带来表演化敬拜和经济化信仰、线上捐款、信仰商品化的伦理讨论。趋势3：价值混合化、宽容，但在某些议题上保守。多项研究指出，印尼年轻人在种族、宗教共处方面展现出相对高的日常层面宽容，但在性别、LGBTQ 等道德议题上多保守。同时，对民族与国家认同是否必须穆斯林化的看法，在不同宗教年轻人间也存差异。换言之，年轻时代并非单纯世俗化，而是呈现价值混合，在生活方式上更开放，在伦理与公共议题上仍可能保持传统立场。6. 实例观察，从地方到都市的面貌。为避免抽象化，我挑选3个具代表性的个案，来展现不同地区与教会类型在信仰实践与青年动员上的差异。个案1：巴塔克地区的 HKBP 民族教会与社群再生。HKBP Juriya Kristen Batak Protestant 是巴塔克族群中最重要的教会之一，不仅提供宗教生活，亦掌握教育、社会网络与地方政治影响力。对于巴塔克年轻人，教会活动常与族群认同、婚姻网络与经济机会相连，教会因而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稳定的社会支柱。历史学者指出，在巴塔克地区，教会与族群认同的织网是理解地方社会行动、政治参与与教育流动的重要线索。个案2：巴布亚 Papua 的教会与社会服务角色。在巴布亚，教会包括天主教与新教，长期参与教育、医疗与社区发展。在远居地区，教会往往是政府难以及时提供公共服务的补缺力量。对当地年轻人而言，教会学校与神职教会青年事工提供了教育与社会上升通道，但同时教会也常处于地方政治、民族认同与中央地方张力的交界处。个案3：雅加达的大型福音灵恩教会与青年文化。雅加达等大城市出现多家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大型教会，他们拥有专业化的事工团队、社交媒体运营、青年活动、职涯辅导等服务，成为年轻信徒的社群中心。这些教会的运作方式经常与现代企业式管理相近，分工明确，品牌意识高，且对青年价值、成就、领袖发展、心灵健康有强烈回应。许多年轻人在此找到归属与成长机会，但也有人批评某些教会过于重视成功神学或个人祝福的论述。7. 学术观察，为何灵恩与都市青年结合得好？学术文献常提出几个解释点。1. 情感与经验的吸引力，在都市化与不稳定的社经情境中，强调个人经验，如痊愈、圣灵感动的宗教形式为年轻人提供及时的情感回馈与确实感。2. 媒体与市场化策略，灵恩教会善用电视、YouTube、社群平台与职业化的敬拜音乐，这些都是与数位原生代沟通的有效媒介。3. 社会网络与资源互助，城市教会往往提供就业、职涯培训、社交圈，成为年轻人寻找机会与支援的实际平台。8. 挑战与紧迫问题，政策、神学与教会实践的交织。1. 宗教自由的制度保障仍然不稳定。 PBM 2006与亵渎法的存在，使地方层级的宗教自由依赖地方政治与社会容忍度。中央法律保障与地方实务之间的落差，仍是少数教会最实际的风险来源。2. 教会内部的世俗化风险与神学反思，随着教会越来越市场化、品牌化敬拜、线上募款、成功神学话语，教会需反思如何在社会服务与财务可持续间保持神学与伦理的忠诚。学者与教牧经常讨论教会如何在吸引青年与保持信仰深度间取得平衡。3. 跨宗教对话与世代桥接的重要性，年轻人对宗教的开放与保守并存，意味着宗教教育、跨宗教参与与公民教育在减少误解与冲突上变得更重要。9. 未来趋势预测，基于资料的保守推论。
一城市灵恩与福音网络会持续成长，但总体比例短期内不太可能大幅改变印尼全国宗教结构。数据显示，基督徒在全国人口中仍约 10% 至 11%， 以官方资料与 PU 为参考。短期内人口结构不会剧烈改变，但城市中基督教文化的能见度与影响力会上升。二、数位化会加速宗教生产与跨地域连结。教会若能持续创新数位事工，将在年轻时代中保持吸引力。同时线上化也可能让地方小教会延伸影响力，招募城市与海外支持者。三、法治与公共政策决定少数群体安全感。若中央与民间有效推进更公平的礼拜场所申请程序与限制宗教煽动，保障少数群体权利，宗教多元的公共空间可望更稳定。反之，地方不当执法或煽动性群众动员会持续制造脆弱性。印尼的基督教既是一段深植于历史、族群与教育制度的长期存在，也是一场在城市、数位时代与青年文化交织下的当代实验。它同时带来慰藉、身份与社会服务，也面对法律与地方社会的限制。若我们关心印尼这个由无数岛屿与语言组成的国家，理解基督教的复杂性不仅是宗教学者的学术兴趣，而是理解印尼社会未来走向、年轻人生命处境与公共空间和谐的必要工作。